你想低成本复刻头部大模型的强大能力，却发现大厂把模型蒸馏这种好好的技术妖魔化成了偷窃，一边用全网数据训练，一边又禁止你蒸馏，这公平吗？但现在中国大模型正在悄悄改变这个游戏规则。就拿阿里通义千问 3.8 Max 来说，它已经转为开放权重模式，这背后是中国模型想要通过开源快速反超美国闭源 API 的野心。但究竟什么是模型蒸馏？简单来说，它就像一个学生通过向老师提问，从老师的回答中学习知识。这里老师是强大的大模型，学生是小模型。学生通过查询老师的 API， 获取输出的概率分布，然后模仿老师的风格和知识进行学习，这跟直接偷代码是两码事儿。模型蒸馏这技术最早是为了压缩大型神经网络，解决推理成本高的问题。以前都是学术界小范围玩，但现在 SaaS 模式普及了，通过 API 接口进行大规模蒸馏，成了绕过高昂训练门槛的捷径，直接挑战了那些闭源大模型实验室的商业壁垒。蒸馏的核心是让学生模型学习老师模型的软目标，也就是输出的概率分布，而不是简单的硬标签答案。这能把老师的泛化能力也迁移过来。但这种学习方式非常依赖高质量的请求数据，如果学生模型容量不够，也会出现知识损耗。以前大家比参数量，现在中美 AI 竞争的战场变了。现在开放权重正成为中国模型反超美国闭源 API 模型的重要战略。从阿里的千问 3.8 Max 预览版 2.4 万亿参数这个规模就能看出，他们想通过广泛的开发者采用来建立自己的生态壁垒。但这场博弈也延伸到了法律层面。美国科技巨头正试图把模型蒸馏定性为技术窃取，而中国政府则积极鼓励开源开放。模型蒸馏是外部知识转移，无需获取原始代码；开放权重是提供模型参数，也不同于包含完整数据集的开源模型。这些都跟恶意入侵服务器的非法窃取有本质区别。可以预见，未来在法律层面， AI 训练数据的合理使用概念会越来越明确，以此来对抗闭源实验室的诉讼。毕竟，如果所有数据都被少数公司垄断，整个 AI 行业就失去了创新的活力。所以，中国推崇的开源共享不光是技术策略，更是应对美国技术出口管制、重塑全球 AI 治理规则的战略博弈。这意味着你会拥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前沿模型能力。对于资深开发者来说，这意味着你可以利用模型蒸馏，低成本获取前沿模型能力，进行微调，让你的垂类模型也能具备大模型的推理能力。同时，也需要根据政策风向调整针对中国开源生态的部署策略。当然，这里也有风险。过度依赖蒸馏可能导致版权争议，尤其是在商业协议明确禁止的场景下。此外，如果整个行业都去蒸馏少数几个教师模型，最终可能陷入创新同质化的陷阱，影响长期发展。最终，蒸馏行为是否应该受著作权法约束？ API 调用模式能否从法律上界定为非法窃取？这些问题最终将决定 AI 行业的未来走向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开源和蒸馏正在成为打破 AI 巨头垄断、推动技术普惠的重要力量。